我今年99岁了，每年5月都有几万人像朝圣一样涌向奥马哈，把我和沃伦像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一样围起来。他们眼神狂热，拿着笔记本争先恐后地问我同一个问题：扎里，我该买哪只股票？扎里，我该怎么在10年内赚到1000万？扎里，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不是下一个风口？每当看着这些年轻、聪明、充满野心的脸庞，我心里总是升起一股复杂的悲悯，因为我知道他们问错了问题。他们盯着那个只决定了人生10%财富变量的股票代码，却对那个决定了他们90%幸福与最终财富的黑天鹅因素视而不见。这个因素不是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也不是经济会不会衰退，而是每天晚上回家后睡在你旁边的那个人是谁。如果让我用这一生的经验给你们一个最重要的财务建议，我会说，选错伴侣是你这辈子所能遭受的最大的财务亏损，没有之一。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谈论复利，谈论滚雪球，你们把这看作是变富的魔法，但是你们忽略了复利公式里最可怕的一个变量，那就是中断。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复利的第一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永远不要打断它。而一段糟糕的婚姻就是复利最强的粉碎机。让我们用投资的眼光来算一笔账。很多人天真的以为离婚的成本只是分割50%的财产，也就是如果我有200万分给对方100万，我虽然心痛，但至少还有一半，对吧？错，这简直是幼稚的线性思维。真正的亏损是那个看不见的隐性成本。你要知道，你这辈子最值钱的资产不是你银行里的存款，而是你的心智带宽，是你做决策时的清晰度。想象一下，你每天在外面打仗，面对残酷的商业竞争，你需要处理复杂的职场关系，你需要极度冷静的头脑来判断风口。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面对的是无休止的争吵、猜忌、冷战，或者是对方因为情绪失控而制造的一地鸡毛，你的大脑会被这些垃圾填满，你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恍惚。在那种状态下，你做出的每一个职业决策，每一个投资决定，大概率都是错的。一个糟糕的伴侣会像黑洞一样吸干你的精力。当你的竞争对手在专注于提升自己时，你在忙着处理家里的内战，这场仗还没打，你就已经输了。这不仅是理论，这是我的血泪教训。我年轻的时候犯过很多错，但我这辈子犯过的最大错误，不是买什么纺织厂，而是在我很年轻、很愚蠢的时候结错了第一次婚。那时候我20几岁，自以为是，觉得只要我聪明、勤奋，就能掌控一切，包括改变一个人。但我选了一个跟我完全不匹配的人，结果呢，那是地狱般的几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财务上，我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我30岁离婚的时候，我几乎是一无所有，我的身家归零。我开着一辆破旧的黄色庞蒂亚克车，在帕萨迪纳的街头痛哭。当时我的大儿子泰迪得了白血病，躺在医院里，我却连最好的医疗费都快付不起了。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回撤，那种绝望感比任何一次股市崩盘都要猛烈10000倍。因为股票跌了还会涨回来，但被糟糕婚姻摧毁的那几年黄金岁月永远回不来了。所以当年轻人问我，扎里怎么才能避免破产，我总是告诉他们，别在家里放火。一个糟糕的伴侣就是你后院的一把火。反过来说，如果你选对了人，就像后来我遇到了南希，或者像沃伦遇到了苏珊，
一个好的伴侣是你人生中最好的护城河，他们不仅是你的生活伙伴，更是你的安全边际。你看沃伦，他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常说，他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不是买了可口可乐，也不是买了喜事糖果，而是选对了老婆。为什么？因为苏珊给了他无条件的爱和支持，这种情绪上的极度稳定，让沃伦可以把100%的精力都投入到资本配置上。他在外面厮杀，但他知道他的后方是安全的，他的大本营是温暖的。这是一种巨大的别人看不见的竞争优势。如果你在家里还得时刻提防背后有人捅刀子，如果你在家里还得花费80%的精力去解释你的梦想，那你永远不可能在外面赢得战争。所以年轻人，醒醒吧，别再像在大街上捡硬币一样去挑你们的伴侣了，别再因为到了年纪或者父母催促就随便找个人凑合。你们花在研究一只股票上的时间，哪怕是花在挑选一部手机上的时间，往往比研究那个要跟你在床上睡几十年，要跟你共享银行账户，要决定你孩子基因的人的时间还要多。这是完全的疯狂。婚姻不是浪漫的童话，婚姻是一份长达几十年的无限责任的合伙人协议，它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一笔单笔投资。一旦签约，退出的成本高得惊人，流动性极差。如果这笔投资归零，你后半生所有的努力可能都只是在为这个错误买单。那么既然这笔投资这么重要，既然风险这么大，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确保胜率呢？今天我不跟你们谈风花雪月，也不谈什么恋爱技巧，我要教给你们3条最硬核的择偶铁律。这3条规则是我从第一次失败婚姻的废墟里爬出来后，用一生的痛苦和思考总结出来的。他们不仅保佑了我的后半生，也帮助我和沃伦识破了无数不靠谱的商业伙伴。学会他们，能帮你省下这一生最大的一笔冤枉钱。很多人问我，扎里，我该怎么找到那个完美的灵魂伴侣？我的回答总是让他们失望。别试图去寻找聪明的人，别试图去寻找有钱的人，甚至别试图去寻找漂亮的人。那么第一条铁律就是运用逆向思维。有句话我挂在嘴边一辈子了，就是我只想知道我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永远不去那里。在择偶这件事上，逻辑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获得幸福，你不需要研究什么是幸福，你只需要研究什么一定会导致痛苦，然后避开它们。如果你能成功避开那些一定会毁掉你生活的特质，剩下的选择大概率都不会太差。根据我99年的观察，有3类人，无论他们多么迷人，多么有才华，甚至多么富有，你都必须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因为他们是人生复利的剧毒。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不可靠的人，这是底线中的底线。如果一个人不可靠，那他的其他所有优点，智商、学历、幽默感、美貌都等于0，不，甚至比0还糟，是负数。想象一下，你是个赛车手，你买了一辆法拉利，引擎是顶级的，外观是完美的，内饰是豪华的，但是这辆车的刹车时灵时不灵，方向盘偶尔会失控。请问你会开这辆车上路吗？你敢坐进去吗？如果你坐进去了，你不是在开车，你是在自杀。在婚姻这个漫长的旅程中，可靠性就是那个人际关系的入场券。如果你的伴侣说我会去接孩子，但他忘了；
如果他说我们会存钱买房，转头却把钱花光了，如果他在小事上撒谎，在承诺上打折，那么你每天的生活就会变成一场充满惊吓的扫雷游戏。你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去检查他的工作，去替他补窟窿，这种交易成本会耗尽你的生命。所以记住我的话，无论那个人让你多么心动，只要你在可靠性上发现了裂痕，立刻掉头跑，不要回头，不要心软。第二类，通过受害者视角看世界的人，这类人非常危险，因为他们不仅自己活在地狱里，还会把你拉进去。他们总觉得世界欠他们的，如果工作不顺，那是老板是白痴；如果投资亏了，那是市场造假；如果生活不如意，那是父母没给够支持，或者是社会不公平。他们永远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永远不需要为自己的失败负责。如果你和这样的人结婚，会有什么后果？很简单，只要你们的生活出现任何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错，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闭环里，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既然世界都不公平，那你作为他的伴侣，肯定也是加害者之一。这种人会像病毒一样，把怨恨、嫉妒和消极传染给你。他们会粉碎你的进取心，因为在他们眼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所有的成功都是运气。我这辈子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人因为这种心态而毁了一生。莫扎特就是个例子，他觉得自己是天才，世界应该供养他，结果他活得凄惨无比。远离那些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的人，哪怕他们才华横溢如莫扎特，也不能要。第三类，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婚姻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长跑，中间会有无数的颠簸、风暴和意外。你需要的是一辆底盘稳重、避震良好的越野车，而不是一辆稍微碰到石头就会翻车的赛车。情绪极度不稳定的人，就是那辆会翻的车。他们好的时候可能把你捧上天，让你觉得浪漫无比，但一旦遇到压力，一旦遇到挫折，他们就会瞬间崩溃，变成暴君或者变成巨婴。你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决策，买房、升职、职业转型、应对危机，往往都是在高压环境下做出的。如果你的合伙人在高压下会丧失理智，会歇斯底里，会攻击你，那你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是你在这个混乱世界里最后的港湾，而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伴侣是你后院里埋着的一颗地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踩上去，它就会把你的人生炸个粉碎。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第一种人是不可靠，第二种人是受害者心态，第三种人是情绪不稳定。所以哪怕对方再有钱、再聪明、再好看，只要他占了这3条中的任何一条，请直接剔除。那么剩下的池子虽然小了，但全是优质资产。这时候年轻人们通常会问我第二个问题：扎里，既然我知道了该找什么样的人，那我怎么才能让那些优质的人看上我呢？这就引出了我的第2条铁律，也是最残酷的一条规则。很多年轻人来找我，列了一大堆择偶标准。我要找个长得好看的，还要聪明的，最好家境也不错，性格还要温柔，还要能懂我的灵魂。他们说的眉飞色舞，仿佛只要他们列出了清单，上帝就会把这个人打包送到门口。每当这时候，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请问，如果你是那个完美的人，你会看上现在的你吗？他们通常会愣住，然后陷入尴尬的沉默。这就是我要教给你们的第2条铁律。想要得到好配偶的唯一办法，
就是你首先值得拥有好配偶。你们要记住，这个世界虽然有时候很疯狂，但还没有疯狂到会无缘无故的把一个优秀的伴侣奖励给一个根本不配的一团糟的人。婚恋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极度有效的，好的伴侣不是傻瓜，他们也在做尽职调查，他们也在寻找优质资产。如果你自己懒惰、不可靠、情绪不稳定、不爱学习，却整天幻想着能找一个勤奋、靠谱、情绪稳定、博学多才的伴侣来拯救你的人生，那不叫择偶，那叫诈骗。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这样的悲剧。有些人自己是一块烂泥，却想找一块金砖来贴在脸上，结果呢，要么他们根本找不到，最后在怨恨中孤独终老，要么他们用伪装的手段骗到了一个，但婚后真相大白，被对方像扔垃圾一样扔掉，要么他们遇到的是专门收割这种贪婪心理的骗子，最后人财两空。别信那些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电视剧，那是给小孩子看的童话。现实世界的逻辑是龙配龙，凤配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真正长久且幸福的婚姻，从来不是扶贫，而是势均力敌的合伙。我和沃伦能合作50多年，从来没吵过一次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都理性，都诚实，都热爱阅读。如果我是一个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的人，沃伦连看都不会看我一眼。在婚姻里也是一样，如果你希望你的伴侣是理性的，你自己先得学会控制情绪；如果你希望你的伴侣是上进的，你自己先得关掉游戏机去读书；如果你希望你的伴侣是忠诚的，你自己先得管好你的下半身。这不仅仅是道德说教，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交换原理。你想吸引金凤凰，你得先把自己修成梧桐树。如果你只是一堆烂草，那你只能引来苍蝇。所以年轻人们，停止向外索求吧，把那双盯着别人的眼睛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你要建立自己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不是你父母给你的钱，而是你的品格、你的学识、你的判断力。当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哪怕独自一人也能过得精彩、有趣、富有的人时，你根本不需要去追逐谁，那个同样优秀的人会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你。这时候你们的结合不是谁依附谁，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决定结伴而行，去创造更大的复利，这才是真正的高级婚姻。好，现在假设你已经避开了疯子，也提升了自己，找到了那个对的人，你们结婚了，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错，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两个好人，有时候也会把日子过成地狱。这就需要用到我的第3条铁律，关于如何管理预期。很多年轻人结婚前兴奋得睡不着，觉得从此以后就是幸福快乐的日子，结婚后半年却失望得想撞墙。为什么？是人变了吗？不，人没变，是你的预期错了。我这辈子能活得还算快乐，有一个很简单的秘诀，这个秘诀只有3个字：低预期。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说过一句关于婚姻的名言，我建议你们把它刻在脑子里：结婚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结婚后要把眼睛闭上一半。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在投资之前，也就是恋爱阶段，你要做最严格的尽职调查，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他的缺点，别光看他送你礼物时大不大方，要看他遇到堵车时会不会骂脏话，看他对待服务员有没有礼貌，
看他和父母的关系是否健康。你要问自己一个残酷的问题：如果他这个缺点，比如乱扔袜子，比如有点懒，比如爱唠叨，一辈子都改不掉，我能忍受50年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能，那就算了，别幻想着结婚后我会改变他，这是人类最大的妄想。你想把一只猫训练成一条狗，最后的结果是猫疯了，你也疯了。但是一旦你做完了尽职调查，决定签下这张结婚证书，也就是投资完成之后，你的策略必须立刻180度大转弯。这时候你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降低你的预期，你要接受你身边睡着的这个人不是神，只是一个有着各种臭毛病的普通人类。他会打呼噜，他会情绪化，他会忘记纪念日。如果你每天都盯着这些瑕疵，拿着放大镜去找茬，那你就是在做空你自己的幸福。你要学会看大局，只要他在大事上靠谱，只要他依然善良，依然爱你，那些生活中的琐碎摩擦就随他去吧。在婚姻里有一种成本是隐形的，但却最昂贵，那就是信任成本。我和沃伦管理着几千亿美元的帝国，但我们之间没有一张纸的合同，我们不需要。我知道他不会坑我，他也知道我不会坑他。这种无缝的信任让我们省去了无数的律师费、谈判时间和心理内耗，这带来的效率是惊人的。在婚姻里也是一样，如果你能找到一个让你完全信任的人，你不需要查他的手机，不需要防备他转移财产，不需要担心他哪怕晚回家1小时。这种省心就是婚姻给你带来的最大红利，它释放了你的心智带宽，让你能去处理外面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最好的婚姻状态不是每天看着对方激动的心跳加速，而是两个人背靠背看着同一个方向，内心无比安宁。这种安宁来自于你选对了人，来自于你配得上他，更来自于你对他有着极其现实的低预期。最后我想跟你们谈谈退出机制。在风险投资领域，投资人在投钱的第一天就在想怎么退出，怎么通过 IPO 上市，怎么卖给下一轮接盘侠，然后套现离场。但是在婚姻这笔投资里，如果你在一开始就想着退出机制，那你注定会输。婚姻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必须采用买入并持有策略的资产。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手机坏了换新的，衣服旧了买新的，觉得人也是可以随时换的。你们把这种消费主义的习惯带进了感情里，一有争吵，一有摩擦，你们想的不是怎么修补，而是我是不是选错股了，我是不是该割肉换仓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高得离谱。你们在用炒短线的思维去经营一个需要持有100年的资产。你要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换手的成本是极高的。如果你频繁地更换伴侣，你以为你在寻找更好的，其实你在不断地磨损你的情感资本。每一次分手都会带走你的一部分信任感，一部分纯真和一部分心智带宽。最后你变得精明、冷漠，充满了防御性。你以为你是情场老手，其实你已经破产了。真正的高手是像我和沃伦持有可口可乐一样持有你的伴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口可乐也遇到过危机，也跌过，也被市场质疑过，但我们没有卖。我们知道它的内核是好的，我们知道只要给它时间，它会穿越周期。婚姻也是一样，在漫长的50年里，你们一定会有想掐死对方的瞬间，一定会有看对方不顺眼的低谷期，这是正常的。
这是周期的一部分。不要因为短期的波动就否定长期的价值。只要那个人的本质就是上面说的可靠性，不是受害者心态，情绪稳定没有变，你就应该坚定的持有。你需要做的是忍耐，是沟通，是像园丁一样去浇灌，而不是像屠夫一样去砍伐。这种坚持会带来巨大的复利。这种复利不是金钱。我活到了99岁，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当你老得走不动的时候，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银行账户里的那一串零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的名声，你的地位也都像过眼云烟。那时候你人生唯一的资产就是坐在你床边的那个人，是那个记得你咖啡要加多少糖的人，是那个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却依然握着你的手的人，是那个和你共享了半个世纪记忆，只有他能听懂你那些老掉牙笑话的人。这种被见证的感觉，这种深度的连接，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这就是婚姻复利的终极回报。所以听我一句劝，用最剔透的眼光去挑选，避开那些疯子和有毒的人，用最严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让自己配得上那些美好的人，用最现实的低预期去经营，包容那些无关紧要的瑕疵。然后一旦你找到了那个对的人，锁死你的仓位，无论外面有多少诱惑，无论市场怎么波动，别卖，死都别卖，把你的一生当成对他最长情的注资。我相信我等到你99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你这辈子做过的最伟大最赚钱的一笔投资。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希望我的这番话能帮你们在人生的资产负债表上避开那个最大的雷。如果觉得有启发，请订阅这个频道，格战思维。我们下期见。